女孩被一群官二代扒光衣服，放在桌子上肆意虐待。他们给女孩拍了上百张照之后，还拿出杀害她全家的照片让女孩欣赏。看到家人的惨状，女孩悲痛欲绝，而这群太子则在欢声笑语中又给女孩打了一针兴奋剂。这时，他们的老大穿着雨衣走了过来，在他眉清目秀的外表下，隐藏着更加变态的心。他轻轻拂过女孩的脸颊，还露出了一道意味深长的笑，接着拿起鱼线从女孩的脖子下穿过，然后开始用力拉扯。女孩想要反抗，但在这些畜生面前，也只不过是最后的挣扎。鱼线已经勒进了血肉，而她依旧面无表情，直到鲜血喷到脸上，才露出一丝享受的模样。女孩连眼泪都没流出，就离开了这个人世。而在此之前，这群太子还虐杀了她全家，甚至连她7岁的妹妹都没放过。当警察赶到命案现场，只看到满墙鲜红和那惨不忍睹的尸体。族长老李将现场的照片拿给领导，可他却对此嗤之以鼻，还劝老李不要多管闲事儿。显然他知道凶手是谁，但对方的高度岂是他们所能忤逆的？老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领导直接拿出命令书，让老李带着手下去化肥厂当保安。可即便如此，老李还是没能逃过报复，他的几名手下全被割喉，而他自己勉强捡回了一条命。3年后，韩国警方在田地里发现一具女性尸体，而这已经是近期第9起命案了。那残忍的作案手法搞得全国女性人心惶惶，纷纷发出警方不作为的舆论。而调查本案的警长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了自杀。为了稳住民心，领导不得已调回违规的老蔡，他办事雷厉风行，就没有他抓不到的罪犯，哪怕对方是太子爷，他也不放在眼里。老蔡将之前的所有证据全部推翻，重新展开调查。很快就从被害者家里的茄子上发现了他人的 DNA。与此同时，国安局对此案件也十分上心，他们一早就知道凶手是太子爷，但碍于他强大的身份，还有他仗着手中的朝鲜情报和美国人搭上了关系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。但现在听说警方已经掌握了证据，老朴赶紧开车前往太子爷住所，准备先将他带走。可这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。老朴穿过人群，终于见到了太子爷，可他面对这多方势力，竟还能淡定自若地看书。老朴上前给他戴上手铐，就要带走他时，老蔡拿着紧急逮捕令，很是嚣张地从他手中抢走了人。老朴知道，一旦太子爷被警方定罪，他们一定会大肆宣扬，到那时整个国安局都得完蛋，所以他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审讯室里，老朴安排的律师拿出了太子爷的不在场证明，而茄子上的 DNA 证据也被推翻。 저희가 취미 삼아 주말 농장을 합니다. 뭐 오이도 비료도 가시돌이죠. 여기요. 가지 농사를 끝있습니다. 지인들한테 나눠주고 이웃들도 주고 그걸 증거라고 몰아붙이시는 건 너무 오바시지. 面对这些说辞，老蔡没有过多言语，而太子爷则轻蔑地笑了。老蔡见状留下一句话： 네가 아직 날 잘 모르지. 그래. 그러고 실실 쪼개서 있을 때 실컷 쪼개놓고. 显然，老蔡势必要将太子爷绳之以法。既然证据不足，那就继续调查。他们找出了太子爷住所附近的全部监控记录，开始寻找蛛丝马迹。而另一边的国安局也没闲着，警方在调查太子爷，他们则在暗中监视警方。在经过32小时的不间断筛查，终于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太子爷的身影，然后东拼西凑，彻底粉碎了律师口中的不在场证明。老蔡将证据摔在太子爷面前，一边翻看一边咒骂。可面对铁证如山，太子爷依旧面不改色，仿佛这世上就没人动得了他。官二代浑身是伤的跪在地上，一脸惊恐地看向前方。只见一个黑衣人踩住他的同伴，然后抡起铁锤，朝着脑袋狠狠砸下。听着那仅此一声的惨叫，官二代低着头瑟瑟发抖。等他缓过神来，黑衣人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他双手合一，颤抖着向对方求饶。黑衣人没再动用武力，只是把他带上车，让他打了一通电话，然后丢下他扬长而去。这时，他的身边出现2辆黑色轿车，死里逃生的他再次被人掳走。官二代蹲在角落，一碗泡面还没吃完，他就被戴上手铐，成为了连环杀人犯的替罪羊。国安局并不担心他会多话，因为他的老大是太子爷，能为他顶罪又何尝不是一种荣耀？警局领导明知这一切，但还是接受了替罪羊。即便警官老蔡再愤愤不平，但也无能为力。而就在他满肚子火没地儿撒时，竟然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。他拿起棒球棒，一脸轻松地走到客厅，沙发上坐的正是之前的黑衣人。他扔出一沓照片，上面全是被虐杀致死的女性。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他是3年前死里逃生的老李。而老李之所以找到他，就是要为死去的手下报仇。这时，老蔡接到电话，国安局要带走太子爷。他匆忙赶到，见对方已经走出门口，老蔡上前质问，却发现太子爷竟然在笑。气愤的老蔡将他按在车上，他依然在笑。 사람이 죽을 때 무슨 소리 내는 줄 아니? 특히 그 엠나들이 죽어갈 때 내는 소리들. 그 아파할 때 내는 시름소리가 말이야. 아, 그 소리 진짜.
要不是有人拦着，老蔡今天非得打死这个畜生。而也正是这个时间，国安局趁机带走了太子爷。更讽刺的是，媒体报道一个字也没提凶手，反而全把目光放在了打人警察身上。好在并没拍到更恶劣的照片，不然他这个领导也得跟着遭殃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挺了老蔡的职。气急败坏的老蔡摔门而出。明知凶手就在眼前，可他却无能为力。想起老李曾告诉他，太子爷的政客老爹已经落网，现在根本不用惧怕他，但他身上还有美国人想要的情报，所以只能老李暗中办他。当时老蔡没有同意，可现在他想同意也没有了权利。相比于警局乌烟瘴气的环境，太子爷坐在国安局安排的酒店里，很是惬意。这时，一名女特工走了进来，看着他那诱人的脖颈，再看看手腕上的武器，他那颗变态的心又一次跳了起来。明明都有个好爹，那为啥富二代比不过官二代呢？因为官二代变态起来连他爹都害怕。这位眉清目秀的太子爷已经虐杀了20多名花季少女，而如今他的政客老爹已经落网，但他丝毫没有感到害怕，因为他的手中还有美国人想要的情报，所以在他戴着手铐的情况下，依旧敢对看押他的女警产生邪恶的想法。当国安局的老朴发现情况后，女警已经奄奄一息，而太子爷竟然还露出了笑容。老朴见状再也忍不了了。 우리 웃음네? 웃어? 이거 진정하시오, 진정. 这事谁能冷静得了？老朴将他摔倒之后，又抓起他的头发警告他，如果再敢放肆，定会让你吃枪子儿。谁知太子爷依旧嚣張。 아이 이대로 그저 재미 좀 봤을 뿐이요. 죽이진 않아서. 아! 其实老朴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若不是他背后有美国人撑腰，上级不让动他，他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与此同时，被革职的警官老蔡接到老李的情报，传言太子爷在香港也虐杀了2名女性。他连忙前往警局的档案室，发现其中一个受害者正是韩国国民，并且还找到了一段太子爷露脸的虐杀录像。另一边，国安局已经准备将太子爷交给美国人，而就在他们临走时，老蔡带着人推门而入，他不仅拿出了逮捕令，还播放了那段视频。整个大厅的人都看愣了，就连保护他的美国人都咽了口唾沫。这下铁证如山，老蔡上前给他戴上手铐，然后还不忘嘲讽一番。 아, 참 맞다. 야, 광일아. 그러고 보니까 말이야. 나 이제 알겠더라고. 네가 왜 막, 피해자들 거기에 이상한 것들 쑤셔놓고 그랬는지. 광일이 너, 안서지. 뭐? 이거, 그런 거 아니야? 被当众戳了软肋，太子也不是吃素的，但在老蔡面前完全就是个不行的弱鸡。在一顿暴揍之后，太子终于落网，可本以为能够结案了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当老蔡带着人来到警局，门口早就站满了人，他们就像是铜墙铁壁，阻挡着老蔡继续办案。他给领导打电话让他放行，但被无情拒绝。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包庇这个变态杀人魔？一气之下，老蔡准备直接将人送去法院，可路上就接到了法官的电话，现在事态严重，就连他们也不敢牵扯其中。老蔡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，而太子则在车上悠闲地吹起了口哨。这时，老朴赶了过来，他递给老蔡一根烟，说他也希望将太子绳之以法。可他身上有美国人想要的情报，并且他那落马的老爹好像又要站起。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让美国人带他去其他国家，他一走也就不会再发生惨案了。虽然很是不情愿，但当下也只能这么办了。老蔡将手铐钥匙给了出去，可太子刚获自由，转身就把美国人踢进车里，抢走了他的配枪，势必要重新找回属于他的尊严。 어이, 체이도! 샹간나 새끼야! 看着这个疯子被美国人带走，老朴忍无可忍，他开始追赶，油门越踩越深，眼神变得冷酷，枪也提前上了膛。可就在他要撞上时，却被旁边的汽车抢了先。那辆汽车加速后退，再次对着美国人的车撞了过去。太子看到对面车上下来的老李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。这是他曾经杀过但没杀死的人。老李二话不说，打碎车窗之后，将太子拽出去就是一顿重拳。 太子就像条死狗一样被老李拖到了车上，老朴举着手枪想要阻拦，可想到他的罪行，还是没有扣动扳机。最终，老李在美国人的谩骂中带着太子远去。
沿海的一艘货船上，老李将太子交给了奉命押送他回国的人员。做完这些，老李将那些被害人的照片一一扔进海里。此刻他的心终于得到一丝安慰。而就在这时，有2个人围了上来，而在他们身后正是穿着貂皮大衣的太子爷。他拿着手枪，一脸戏谑地看着老李。还没等老李反应，他就被一枪爆头。原来太子爷的老爹已经扶正，船上的人都是提前安排好的。转眼几个月过去，身中数枪的老蔡依旧昏迷不醒。而老朴在得知太子没死后，他孤身一人找到太子的行踪，在解决掉多名手下后，终于在房间深处找到了太子。此时的他依旧带着招牌式微笑，但老朴不可能再给他机会，先是打断他的双腿，然后将手枪塞进嘴里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最后老朴割下他的狗头，送给了他的美国爸爸。